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东佑老师，很高兴再度跟大家见面。在这次的课程中，我们会跟大家介绍4个小单元。首先，第一个小单元是 Thread 的使用方法，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 Thread 的优点和它使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二个小单元是 MediaTek 的 Cloud Sandbox， 它的云端服务。在这边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如何利用这个云端服务来控制 Linky One 的板子。而在第3以及第4个小单元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Linky One 与 GPS 的整合方法，以及 GPS 的相关 APP 的设计。那么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课程吧。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Thread， 也就是执行序它的一些历史故事。在早期的作业系统中，应用程式是以一个循序的方式来执行的，也就是说，一个函式会需要等到执行完毕之后，才可以再呼叫下一个函式来执行。如果我们拿比较生活化的洗衣服、晒衣服以及折衣服的情况举例来说，就很像是我们需要先把一件衣服完成洗衣、晒衣到折衣服之后，才能够再把下一件衣服拿去洗、晒以及折。相信聪明的大家这样一想就会知道会有什么样子的大问题。如果有某个函式会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跑完的话，那么其他的函式都必须要等到这个函式跑完之后才能够执行，看起来就会感觉好像作业系统当掉了一样。另外一方面，假如这个函式还执行到变成无穷回圈，那么其他程式也就都不用跑了。为了提升作业系统的效率，一种可行的方式是让多个程序能够同时执行。但是如果我们的系统或者是物联网的开发平台只有1颗 CPU 的话，程式要怎么样子来同时执行，仍然是一大挑战。所幸执行序也就是 Thread 被发明出来了，它让 CPU 多了一些分身。Thread 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用来适当分配 CPU 的使用时间和资源。每个 Thread 只会占据 CPU 一段时间，处理完必要的工作后，它就可以把资源转让给其他的执行序来使用。而假如某一个 Thread 不幸进入无穷回圈的话，那么作业系统就可以释放它的 CPU 使用权限，让其他的 Thread 仍然可以继续执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一颗 CPU 就多了好几个分身了呢？有了 Thread 之后，多项的程式看起来就能够同时执行了。取用完必要的资源之后，它就可以立刻让给其他 Thread 来继续使用，资源的使用率就能提升许多了。而执行序的出现虽然解决了使用同一颗 CPU 同时能够执行多个应用程式的问题，但它其实也带来了一些记忆体的损耗以及执行时间上的成本。作业系统每建立一条 Thread， 我们就需要为它配置一些记忆体的空间。例如 Windows 的系统就配置了大约1 MB 左右的记忆体，其中包含像是执行序的核心物件、使用者模式的堆叠等等。而在执行时间上面带来的成本，我们接下来可以用Context Switch， 也就是工作内容切换这个名词来跟大家简易说明一下。Context Switch 其实很接近我们日常生活中处理工作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试着想想看，如果我们需要同时处理多项工作的时候，由于手边的工作进行到一半，我们可能必须先把目前已经做好的进度、待会要做的待办事项等等相关资讯先记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有时候还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心情，再把另外一件工作当时所保存的相关资讯拿出来，让我们的记忆可以稍微恢复一下后，我们才能够再继续处理后续未完的事项。同样的，对于只有1颗 CPU 的电脑而言，其实每次它只能执行一件工作，因此当作业系统同时载入执行多个应用程式的时候，作业系统就必须适当的切割并且分配 CPU 的运算时间，
给这些应用程式的各个 thread。于是，在某个时间点，可能会轮到某一个 thread 拥有 CPU 资源一段时间。等这个时间一到 ，Windows 就会把 CPU 的资源再分配到另外一个 thread。像这样从某个 thread 切换到另外一个 thread 的这样子的程序，我们就称作为叫 context switch。而每一次的 context switch 都会包含以下的几个动作。首先是把 CPU 各个暂存器的值先保存到目前 thread 的内部资料结构。接着我们挑选下一个幸运的 thread。如果这个 thread 属于某个处理程序的话，那么在切换之前，作业系统还必须先切换它的一个虚拟位置的空间，这样 CPU 才能够存取到它正确的程式码以及相关的资料。从选中的 thread 的内部资料结构再载入 CPU 的暂存器的值来继续操作。上述这个 context switch 的动作完成之后 ，CPU 就会开始执行下一个选中的 thread， 直到分配给它的时间已过，然后就再需要做一次切换 thread 的动作。透过这样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来切换 thread 的机制，就算某一个应用程式进入了无穷回圈。CPU 也不会被锁在这个回圈里面，而可以继续来服务其他应用的程式。这样一个切换 thread 的动作，其实会很大的影响系统的执行效能，而且影响的程度可能是超乎想象。原因在于 CPU 本身是有 cache， 也就是快取的机制，目的是想要提升运算速度。但是由于切换 thread 的缘故，举例来说 ，Windows 大约每30 millisecond 就会切换一次。刚刚才载入快取的资料，没有多久，又因为已经切换到另外一个 thread， 而必须载入新的资料，使得 CPU 刚刚所快取到的资料形同虚设，而徒劳无功。因此，在设计程式的时候，最好是可以尽量避免执行序切换的动作太过频繁，来提高应用程式的效能。经过刚刚的介绍之后，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建立、摧毁和管理 thread 都需要额外消耗不少记忆体的空间，而 thread 的切换也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因此，其实在如果只有一个单一 CPU 的机器上面，没有必要的话，应用程式最好是少用 thread 会比较好。而一个好消息是，目前的市场上多 CPU 或者是超执行序的 CPU。或者多核心的 CPU 的硬体架构都已经非常普遍了。在这些拥有多颗 CPU 或者多核心的机器上执行多执行序的应用程式的时候，刚刚跟大家所介绍到的分时多工以及轮流服务的情况，就可以获得大幅度的改善。因为作业系统就会能够为每一个 CPU 的核心分配不同的执行序，让这些执行序能够真正的同时执行。当然，如果是在执行序的数量大于 CPU 的数量的时候，每颗 CPU 的内部还是会发生执行序切换的情况。就拿我们自己的电脑举例来说，这边这个图是我们的电脑上的工作管理员所呈现的系统效能数据。这边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处理程序只有128个，但是 thread 的数量却有1360个。而 CPU 整体的负载却只有36%，这样子的结果表示说，虽然系统目前载入了许多 thread， 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背景闲置的。尽管 thread 会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但是为了我们希望能够兼顾良好的回应速度和整个作业系统整体执行的效能，它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当程式执行的时候，作业系统会依照 thread 的优先权以及已经用掉的 CPU 的时间，在不同的 thread 之间来做切换，让各个 thread 都有机会来执行。而使用 thread 的好处是，当收到指令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等前面的 thread 做完，就可以开始执行下一个 thread， 类似一个平行运作的一个概念。这么做可以使处理的生蛇数量增加，来提升它的利用率。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在大家的 Sketch 当中来建立 Thread。首先，我们要先记得导入一些需要用到的函式库。这边我们会用到的函式库有2个，分别为 ltask.h 以及 vmthread.h 这2个函式库。而创立 Thread 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到的指令为 vmthread_create 这一个指令。在这个指令当中 ，A 是代表 Thread 的名称，而 B 则是代表这个 Thread 的优先权。而这边的优先权一般我们都会设定为255为最低的一个顺位。而Thread的名称在这边的范例里面，我们设定为 bttx。接下来我们还会再继续使用到 bttx 这个 Thread 的一个名称。这边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事情是，一块 Linky One 的一个板子，最多只能使用到10个 Thread。而在过来的程式当中，我们使用 vmint32 bttx 来定义 bttx 这个 Thread 的一个行为。这边提醒大家一下 ，bttx 就是刚刚在前一页我们所定义好的 Thread 的一个名称。在这边 bttx 这个 Thread 的行为是，当蓝牙连线成功的时候，我们会透过蓝牙发送 distance 的资料到 Linky One 的板子当中。特别注意到的事情是，大家在描述 Thread 的行为的时候，最后面一定要记得加上 return 0这行程式码。再过来，我们在 loop 的一个区块当中呼叫 ltask.remote_call 这个指令，使用这个指令就可以呼叫刚刚我们所定义好的 Thread 咯。而 ltask.remote_call 这个的指令的功能是让 function 内的 Thread 的优先权高于现在所运行的主程式。在这边跟大家总结一下，在使用 Thread 的时候，有3点需要请大家特别注意。首先，如果有外接的 sensor 需要设定角位或者是初始化的时候，我们需要写在 setup 的区块里面。而第2点，如果同名的一个变数需要在不同的 Thread 里面使用的话，那么请大家要记得将这个变数的名称设定为全域的一个变数。最后，同时使用过多的 Thread 会造成板子过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使用超过10个以上的 Thread。